Hello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财富显化宝典》这一本书啊，是超过100年的古书哦。我自己非常喜欢古人的智慧，所以这本书也要推荐给你。《财富显化宝典》它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，叫做华勒斯。他是100年前的人，他自己非常的有钱，所以他也写了好几本书留给世人，来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变有钱的。那这本财富显化宝典呢，它很有名，因为秘密的作者 Rhonda 据说就是因为这本书，所以才飞黄腾达的哦。当时Rhonda 曾经一度陷入低潮，他那时候事业金钱都很不顺利，生活也很不顺利，他非常的沮丧，非常的低潮。他女儿就拿了一本书给他，就是这本书的英文版，叫做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。 他女儿拿这本书给他，就是希望妈妈可以打起精神来。结果Rhonda 看了这本书之后，整个思想都改变了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他开始照着这本书的方法去生活，后来他就做了《秘密》这部电影，然后就飞黄腾达，也变得非常有钱。他在《秘密》这本书里面也有多次提到这本书哦，就连他自己的网站也有公开宣传这本书。他的原文叫做《致富的科学》，他认为致富是有科学的，只要依着同样的方程式来做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有钱。不管你是在哪里，不管你是任何行业，不管你的起点在哪里，只要照着他的方法做，都可以变有钱。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下，然后这本书也要抽给大家哦。我会抽出3位观众得到这本书的电子书哦。首先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源自于同一个本源，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个本源产生的。所有你这样的东西都是这个本源的不同的面向而已。这个本源可以转化成不同的面貌，变成不同的人事物。金钱也是从这个本源转化而成的，它就是万事万物的原始材料。这个本源是无限供应的，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财富。所以一个人会贫穷，并不是因为这个本源已经没有了，或者是被别人拿走了。这个本源是无限供应的。那一个人会贫穷，是因为他没有了解这个本源的运作方式，也没有跟这个本源在同一阵线。好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本源是充满智慧的，而且它有思考的能力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思考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会思考的本源啦。它是有生命力的，也有创造力，它所思考的东西都会马上变成现实。你要照着它的方法去思考，你就可以跟它一样，让你思考的东西也变成现实。所以迈向致富的第一步就是用正确的方法思考。猫咪一直在叫。我们要跟这个智慧的本源一样，用正确的方法思考就可以致富。每一个人都是思考的中心，都可以跟这个本源沟通他思考的内容。本源的思考有一些特定的方式，例如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很好，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财富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长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生命发挥到最大的潜力。如果你想拥有财富，你就要朝着双赢或是多赢的方向去思考，因为本源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人生的赢家，他不会希望有一个人是很大的赢家，然后其他都是输家。所以如果你的想法可以朝双赢或是多赢的局面的话，就会更符合本源的思考方式，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。我们就假设有2间公司好了， A 公司他做的事情都是只为自己着想，他会剥削他的员工，会把东西卖得很贵，让客人买一次就觉得吃亏，就不会再买第2次。B 公司呢，他的想法就比较长远，他会善待他的员工，而且卖的东西会让客人觉得很棒，有那个价值，就会让客人想要回购。那很明显的 B 公司就是以双赢或是多赢的局面去思考，所以他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。A 公司呢，就只是想着自己，这样的财富是不会长久的，因为他并没有跟本源的方向一样的去思考，所以这样子的公司是没有办法赚大钱的，甚至很快就会倒闭。所以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，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创造双赢或是多赢的局面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想办法改善现在的情况，或者是可以思考换一个更好的工作，让自己创造更长远的财富哦。下一个重点就是，如果你是在卖东西那你给出的价值一定要大于你收到的钱。如果说你卖的东西要1000块好了，那么你提供给客人的价值一定要大于1000块，这样子才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。价值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让客人觉得他花这个钱买你的产品或是服务是值得的。举例来说，这本书的市价要300多元，
我花300多元买这本书，可是我得到的价值远超于300多元，我得到的可能是3000或3万。如果它能让我赚3000或3万的话，它带给我的价值就超过300多元了，对吧？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花300多元买它是非常值得的，这样你懂吗？如果你不是卖东西，而是一个员工好了，你赚的是老板给你的薪水。假设你的薪水月薪是5万元的话，你带给老板的价值就要超过5万元，这样子对老板来说才是划算的，而对你们两个来说才是双赢的局面。如果你拿了他的薪水都是在打混，没有帮他创造超过5万元的价值的话，那么其实久了，老板也不会重用你，可能会被 fire 掉，可能会有人来代替你，那你也赚不到这5万元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带给老板超过5万元的价值，例如说你的工作非常的有效率，而且又很好相处，或者是你可以替他找到更多的客人，让他赚超过5万元的话，你就创造了超过5万元的价值，这样子的工作就会更长久，而且你一定会被升官加薪的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同样的产品可能卖给不同人也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，所以你可以去找最适合的客人去推销这个产品会比较好，比起你去硬推销给一个不需要的客人来得好，因为对他来讲这个产品是比较不需要的，是没有价值的，可是对于需要的人来讲，这个产品是非常有价值的，这也是书上有提到的一点哦。再来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常常感恩，因为跟这个智慧的本源连接的方式就是透过感恩。如果你常常感恩的话，你就会跟这个本源越来越接近。这个本源就是创造财富的原始材料嘛，那你跟它越来越接近的话，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钱。所以跟这个智慧本源连接的关键就是要感恩。他说冥冥之中这个宇宙有一条感恩法则，如果你希望你心想事成，就要遵守这个感恩法则。这个法则就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，当你心怀感恩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会释放一股很强大的力量，这股力量的反作用力就会回到你身上，它跟你原始发出去的那个力量大小是相等的，所以你给出多少感恩的力量，你就会回收多少。这个感恩之心必须要是强烈而且持续的，如果你一天只花1分钟在感恩，可是其他时间都在咒骂，都在抱怨，都在生气的话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感恩之心必须要强烈而持续的。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没有办法变有钱的。时常感谢就可以让你跟这股无形的智慧、无形的本源经常保持连结。我觉得《秘密》的作者一定也是看了这个章节，所以他非常非常强调感恩的力量。大家平常也可以写感恩日记哦，记录一下你每天感谢的一些大小事情，就可以让自己保持在很棒的频率里面，可以吸引到更多好事情发生。再来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专注在自己的目标上面，而且要有明确的目标，就像是在大海中航海一样，你一定是朝着你的目标前进才有办法到达。如果你没有朝着目标迈进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迷失在大海之中，而且还要有明确的目标。如果你只是给一个很模糊的想法，像是我希望我可以随心所欲的花大钱，这样子太模糊了，这种模糊的目标很难跟智慧的本源沟通。他说很多人对自己想要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，所以愿望没有办法精准的传达给智慧的本源，因此才没有办法拥有那一件事情。你必须在心中对于想要的事情勾勒出一幅很具体、很明确的图像，否则你是没有办法传递给无形的智慧，因为你没有办法跟旁人传达一些连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。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渴望为何，而且你必须要专注在你的渴望。当你有时间的时候，要常常复习你心中的想象的那个画面，你理想的生活、理想的人事物、想要的东西，当你有时间的时候，就常常去复习它，你才可以将你想要的东西深深烙印在思想当中，让无形的智慧去发挥它的作用。好，这本书还有很多内容，我今天只是讲一部分而已。那我们要抽出3位幸运的观众，得到这本书的电子书哦。只要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参加抽奖咯。我们会在1个礼拜之后公布中奖的名单。我还有介绍过一本书叫做《思考致富》，它是全球热卖7000万本非常有名的经典著作哦。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我是 BB， 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